头成功，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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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成功，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少林寺武僧在国际擂台大开杀戒，一招金蟒缠身将韩国冠军勒到吐血。对手为了保命，赶紧下跪求饶。我挑战谁，谁都害怕，想打我，看我的拳头。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小伙高举5星红旗，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年仅20岁的小将黄振岳。他是一名来自于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弟子，也就是少林武僧。和这个苗立涛和这个谢维都是师兄弟的关系。6岁时在少林寺习武，长达13年。所以说呢，他是有童子功的，而且他的功力非常的深厚。上一场比赛更是在韩国擂台将韩国冠军勒到七窍喷血，观众朋友们那是相当之惨了。然而这场比赛，黄振岳的对手不再是一个韩国人，而是一个小日本子看到这个韩国人受欺负了，小日本子坐不住，赶紧是跳了出来。没有错，本场比赛黄振岳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矮冬瓜，个子小小的，胳膊腿都短短的小鼻子小眼睛，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特点。他就是日本选手盐田祈福。观众朋友们，别看这个盐田祈福哪都小，但是这个家伙的身份可不小，他是日本天皇的贴身保镖之一。那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非常想问了，对方这么矮，这怎么能做这个天皇的保镖呢？观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日本天皇长得也很矮，所以说你想做天皇的保镖，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高。没有错，就是不高你长得矮就行。因为你长得太高太显眼，我抢了日本天皇小子的这个气势。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黑色战袍中方选手黄振岳，白色裤衩日本的天皇贴身保镖盐田祈福。好漂亮！我们看黄振岳的防爆摔还非常的不错。对方是突然发起这个偷袭，但是黄振岳呢，他的反应速度也很快。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的少林武僧黄振岳在身高上臂展上都是有优势。黄振岳的话是20岁19周岁对方的话是28岁27周岁。好小心这个小日本子，哎呦这个小日本子别看长得矮，哎呦这个家伙的劲儿还不小，哎呦很适合这个扛水泥，这个干脆来我们中国当力工扛水泥算了。好，我们注意看黄振岳现在是一个上身位的优势位。 지금은 반칙입니다. 다점에서 니킥이 들어가기 때문에 반칙이고 신승열 레프로 감점으로 이어져야 되는데 치명타는 아니었기 때문에 넘어갑니다. 자, 다시 왼 다리를 지금 싸잡히고 마는 好，当然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哎呦死缠烂打，哎呦这个家伙真是烦人的很。 또 나쁘진 않은데 백 내주면 정말 재미가 없어요. 하지만 일어납니다 황준이. 굉장히 좀 대처를 좀 잘하고 있어요. 네, 몸이 움직임이. 哎，这个位置要小心了，对方是有个锁技在。 기술이라기보다는 스파링을 많이 한 거예요. 그렇군요. 점점 이와타 케이스키는 힘이 빠질 텐데요. 예. 1라운드 지금 2분 정도 흘러가고 있는데 계속 그라운드를 지금 끌고 가려고 하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가 드디어 实际上这场比赛黄振岳的地面处理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他的防爆摔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只不过这个日本选手呢，他的偷袭真的是炉火纯青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性格。 好漂亮！哎呦，打晃了，再来！哎呦，这拳彻底打晃了，上位砸拳。 태클을 지금 4번째 하고 있는데 5번째인가요? 이미 체력이 좀 많이 빠졌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아직까지 황준유가 조금은 여유가 있어 보이는데요. 哦呦，但是这个小日本子非常抗揍观众朋友们。 황준유는 몇 번 위기가 있었습니다만은 哎呦，这个家伙的脑袋难道是龟壳做的吗？很抗揍。 자, 하나 파운딩 지금 집어넣지 못하고 있는 이와타. 好，这个角度对于黄振岳来讲呢，不是很友好。对方是压住了我们一条单臂。 채 남지 않은 1라운드입니다. 니킥 한 번씩 꽂아줘서 체력 빼내고요. 오른팔은 묶어놨습니다. 黄振岳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呢，他更希望的还是打一个站立的拳腿功夫，因为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东西。
저또 빠져나오죠. 자, 라이트 펀치. 그러나 빗나갔습니다. 이와타는 지금부터 조금 체력 수술이는 것이 낫고 황준희는 점수를 哎呦 때문에 ，对方这完全就是王八拳，观众朋友这是乱伦啊，不是乱打。 돌아가고 있는데요. 좀 위험 부담이 커 보이는데요. 좀 분명히 위험 부담이 있죠. 예. 카운터라든지. 아, 지금은 오히려 백 자, 내주는데요. 백으로 그러나 한 바퀴를 다시 예,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에게 홍준예. 백은 안 자, 좋습니다. 끌어당깁니다만은 여의치는 않습니다. 이왔다가 차분하게 황준희가 이쯤 되면 되돌립니다. 아. 네. 팔을 먼저 제압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백을 백으로 황준희가 가는데요. 잡았습니다. 예. 자, 그러나 뭐 여유 있는 지금 자세는 아니고요. 자, 왼팔을 좀 빼앗긴 상황입니다만 다시 끌어안습니다. 好漂亮，黄振岳拿到一个齐正位，但是小日本子一直在转， 훅이 들어오고요. 对方很灵活， 위기에 처한 但是同时也把后背送给了黄振岳。 1라운드입니다. 我们看一下黄振岳有没有机会做一些个裸脚的机会。 황준희는 실 필요 없죠. 哦，但是这个小日本子像一个乌龟，像一个王八一样，把这个脑袋缩了进去。他没有脖子啊，因为他缩进去了。 쪽으로 넘겨야 되는데 힘 차이가 나고 목에 기술이 들어옵니다. 자, 초크 들어가는데 제대로 걸리지 못했어요. 예. 다시 빠져나옵니다. 好，最后的20秒钟，黄振岳的腿部是有个扣，这个小日本子想走几乎是不可能了。 자, 1라운드는 뭐 대략적으로 이렇게 마무리가 될 것 같습니다. 둘 다 좀 지쳤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이와타 쪽이 좀 더 많이 지친 것 같아요. 초반에 확실히 그 몇 차례 태클 들어갔던 것이 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双方从战力水平上来说呢，我们的黄振岳小黄啊，绝对是有优势。但是从双方的这个地面战来说呢，的确是对方啊更加的无赖。好，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黄振岳能否在这一回合 KO 这个小日本子。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但当然啊，战力上是有机会，地面战上，这个就有难度了，因为这个小日本子啊，他非常擅长打这个地面，他胳膊短啊，胳膊腿都短啊，就打起地面战的时候呢是比较好发挥的。好，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黑色短裤中方选手黄振岳少林武僧。白色短裤日本选手，日本首相的贴身保镖盐田祈福，哎，打慌了，哎呦，这怎么不压上去呢？黄振岳这个有些犹豫了。 아닙니다만 약간 휘청거렸던 이와타입니다. 다시 한번 그라운드 시도하고 있습니다. 쓰러뜨립니다. 好，对方又来了，又把他无赖的一面使了出来。而黄振岳刚刚啊，真应该压上去， 전에 사타 선수들은 그라운드 약했는데 还是有些忌惮啊，不太想和对方呢打这个地面。 굉장히 많은 또 주짓수도 하기 때문에 그라운드 플레이가 나쁘진 않아요. 好漂亮，又一次，哎呦，黄振岳还是不压上去，这个打晃对手没什么意义啊。 킥이 상당히 좋은 선수라고 지금 평가를 还是求稳啊，小伙子的心态啊和他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稳。 뛰는 것 때문에 그런 것 같아요. 이런 식으로 다리 잡힌다라고 생각해서 그랬는데 이럴 때는 멀리서 好，能感觉到这个日本选手盐田祈福啊，他现在绝对是没劲儿了， 지금은 성진이에서 因为他的突进速度啊和他的抱摔速度都非常的慢。 다시 넘어지네요. 다시 한 바퀴를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 자, 조금 더 위쪽으로 올라오려고 하는 이와타인데요. 그러나 虽然说我们看日本选手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这个时候他呀已经非常累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황진이의 그 다리가 길어요. 그렇게 되면 뭔가 굉장히 얽혀 있는 느낌이에요. 那双方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都是比较焦灼。黄振岳啊，我们中方选手不想打地面，对方不想打站立，那两个人就尴尬到这儿了啊，有机会。 哎呦，这个断头台差一点点。 이런 움직임이 나오는 것은 체력 소모되는 거겠죠. 분명히 지금 그라운드에서도 어떤 그 신장으로 인한 차이가 느껴지는 지금 상황이네요. 자, 일단 다시 일어섰고요. 据有效统计呢，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选手的拳击手的 KO 率啊，世界是倒数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打法风格非常的无赖，比这个印度人还无赖啊，甚至比韩国人还要无赖。 여기서 움직임이 조금 덜 나온다 싶으면은 언제든지 레프리가 중앙에서 스탠딩 시킬 수가 있거든요. 약간은 지금 소강 상태로 좀 빠져 있고요. 예. 이와타 입장에서는 반갑지 않은 상황이잖아요. 다리 하나 빼냈습니다. 자, 사이드로 갑니다. 2라운드 이제 절반 시간 흘러갔습니다. 다시 일어섰습니다. 다시 발목을 펴졌습니다. 빠져나왔고요. 다리 완전 완전 지금 빠져있네요. 펀치를 날려요. 이와타가 오히려 먹겠습니다. 황진이 불립니다. 그러나 들어왔습니다. 넘어지나요? 넘어집니다. 야, 지금 어찌 보면은 그냥 쓰는 주머니 하나씩 걸려들고 말았던 홍준이에요. 예. 원래가 이와타가 好，还有最后的2分钟，现在黄振岳是拿到了一个优势位的把位，但是他的体能啊也剩没多少了， 굉장히 스파링 많이 할 티가 납니다. 双方都很累。但是理论来讲，黄振岳他的这个体能啊应该很好， 좀 입었나 싶었는데 일단 약간은 좀 因为他出身于少林寺。
但这场比赛的话，可能是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举办地点并不是在国内打的。好漂亮，哎，打慌了，有机会。对方小日本子又龟缩起来了，哦呦，一旦挨打，这个家伙就龟缩起来，真是个王八蛋啊！观众朋友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黄振岳想要 KO 对手的话，这个时间啊还是非常充足的。好的，连续的打拳。신승현 레퍼리도 지금 좀 애매한 상황일 것 같습니다. 애매합니다. 지금 황진혁가 조금만 더 공격적으로 나오면 哎呦，这怎么没？哎呦，怎么又反抗了呢？这个日本选手。好，裁判终止了比赛，赶紧掐人中，赶紧掐人中。这个日本选手没有反抗了。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少林寺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把这个日本选手这是打死了吗？不管怎么说呀，看到日本选手这个躺在地上不动了，那我这个就放心了啊！我相信屏幕前的您也就放心了。好，让我们恭喜少林寺的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飞机正中面门，对，好，击鼓，准，对，看准，有机会，再来。曾2次 KO 武僧一龙，自认为在华无敌，却惨遭酷刑者顾辉爆锤，输掉比赛。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我们的酷刑者顾辉大战日本拳王长岛雄一郎。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长岛雄一郎，哎呀，这个在擂台上是相当的兴奋啊！而现在出场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拳王顾辉啊，实力特别的强劲，绰号酷刑者，打法是异常凶悍。目前也是有着自己的训练营，朋友们，大白鲨格斗训练营，这个为我国的格斗事业啊，也是做出了许多的贡献，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格斗选手。那么他的对手，朋友们，长岛雄一郎刚才已经说过了，日本的搏击王者格斗冠军，柔道、拳接触、空手道、日本拳法样样精通，非常的厉害。那么这场比赛结局究竟如何？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好的，红方选手我们的酷刑者顾辉，蓝方选手日本搏击王者长岛雄一郎。可以看到啊，双方的进攻欲望不是很强。比赛的重头戏开打了，4人赛。16强，顾辉、长岛雄一郎。对，这也是诸神之战第13组的。我们的顾辉啊，亦步亦趋，逐渐接近长岛雄一郎，漂亮！这一系列组合进攻打得长岛雄一郎是猝不及防。那么这个长岛雄一郎啊，他是蝉联了2届的世界冠军，击败过无数的强敌，最终登顶是世界8强。就这么一位强者啊，观众朋友们酷爱 cosplay 啊，在擂台上以搞怪出名，经常是能看见。哎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顾辉啊，下手非常的狠，难怪是叫酷刑者。过手，包括也跟徐岩交过手，当时徐岩是用很快的速度就 KO 了他。这次不知道顾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是的，因为顾辉从上一次临阵来挑选来他来跟克劳斯对阵，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对，战胜了克劳斯。那场比赛让顾辉啊成为 K1 终结者，对，终结了 K1 初代王者克劳斯。其实长岛雄一郎也可以代表 K1， 他在 K1 也征战了几场比赛。是的，也对阵了很多的日本的他们自己本土的名将。顾辉这个后。目前来看的话，长岛雄一郎的状态很不错，但是顾辉啊，哎呦，这个进攻速度太快了，漂亮，直接将这个长岛雄一郎击倒在地。不过这个长岛雄一郎这个反应啊，差点意思，防守做的也不是很到位。好的，比赛继续。这种节奏迷惑啊，他在很多次比赛当中都是以这种看似散漫的打法，然后忽然出一个前手的冷拳，很重。但是呢，这时候顾辉呢也是，顾辉今天状态也很松弛啊。而且长岛其实平时的体重啊，在78、80的样子，这次是打70。顾辉呢平时的体重就是72左右。对。比赛离第一回合结束还有50秒左右。我们的顾辉节奏把得非常好啊，可以看到长岛雄一郎是一直在跟着我们顾辉的这个节奏在打，所以难免有一些束手束脚。
哎呦，漂亮！一记飞膝正中面门。长岛雄一郎这个状态很差了，防守彻底没有。我们的顾辉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追击的状态跟邱建良是特别的像，抓到对手死咬不放。啊，不愧是酷刑者，折磨对手。好的，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10秒左右。又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顾辉再把头抬起来，再看准一些。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以往的比赛当中，开局确实是散漫，可是今天呢，整个的第一局一直是一个散漫的状态，这个好奇怪，顶膝。那么第一回合，这个长岛雄一郎确实是没有讨到什么便宜。顾辉的这个整体节奏抓得非常的漂亮，步伐也很灵活，反应速度也快。第二回合的话，长岛雄一郎可能是要考虑调整一下战术，或者是调整一下状态，不然的话，很可能在第二回合就被我们的顾辉拿下。比赛的时候啊，赢得了克劳斯那场比赛，可以做成一场教科书来看。对，技战术的完美的配合。这次打长岛，他完全换了一种战术打法。蓝方长岛雄一郎。好的，第二回合双方也是打出了火气，进攻欲望都很强，对吗？这才像是一个中日对决，不打一个头破血流，怎么能下擂台呢？可以看到这个长岛雄一郎也是逐渐的逼近我们的顾辉，想打一个拦脚的进攻，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啊。我们的顾辉进攻太凶狠了，逼到蓝边的话会影响我们顾辉的发挥，尤其在进攻方面。而长岛这个右眼角啊，现在已经挂彩了，右眼的下方已经肿起来了。顾辉现在这种技战术是不是为了避免近距离这种更多的交换拳，他只是用后手开路，而且他后手他明显感觉自己的优势就是后手落点很准，然后打进去，你看就贴住。是的，让长岛一点办法没有。但是顾辉这种移动型啊，这选手啊对体力啊确实消耗也会很大。长岛雄一郎的数次打击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的顾辉啊，这个节奏调整的非常的好，亦步亦趋，想打一个游击战术，找一找破绽。哎，好，右手。这是一个逆勾踢。长岛对于顾辉这个攻击完打近身的前手，又是前手平勾。长岛的下巴也很结实啊。是。顾辉这个一侧闪接平勾啊，这个技术运用的很娴熟。现在也是一个很成熟的选手了。在移动的灵活性、移动的速度来说啊，顾辉是明显的。可以看到啊，长岛雄一郎的这几次进攻都显得力道不足，可能是他自身这个状态没有调整好的原因。应该又一前手。刚好。这动作接得很快啊。如果这样打下去，长岛雄一郎危险了。现在顾辉是明显的避免跟长岛这种很激烈的多拳的互换。对。只是运用前手平勾和后手这种落点准来打击他。你看啊，这个顾辉我们的顾辉也开始试图加重对长岛雄一郎的进攻。长岛雄一郎也是有一些招架不住了，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15秒钟。这个机会，长岛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第二局结束。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长岛雄一郎也是直摇头啊，找不到什么破绽，没有太好的突入点。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打阵地战又能够移动起来。这次呢，顾辉选择的是第一回合打一些相对阵地式的。那么在第二回合，长岛雄一郎打入的机会其实不多。我们顾辉是攻守兼备，进攻的同时，这个截停长岛雄一郎的拳也是很多次。
也可以看到这1、2回合的这个命中率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顾辉47%，长岛雄一郎11%，在第1回合长岛雄一郎的命中率是1%，相当之低啊，没有什么机会。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落点都非常准。是的，长岛想往里冲的时候，顾辉的拳就会落进来。第3局开始，看看长岛有没有好的办法。后手直接开路，很重啊那一下。哎呦，下盘不稳这一记推搡非常的漂亮。那么面对这种飞膝，如果反应够快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的顾辉状态很轻松啊。长岛今天啊，依旧保持了自己这种看起来节奏很奇怪的一种打法，确实节奏很奇怪，很少见到这样的。对，但是呢，这个顾辉这个迅速的移动，尤其是左右变线这个移动啊，让长岛很难摸得着顾辉的节奏。对，而且我觉得今天长岛呀，没有把他的拳只是单个的1个2个的这样在打，没有把他组合拳打出来，可能是受顾辉的节奏影响，因为他打不出来。对，好的，重摆一波对拼，注意一下不要打后脑。我们的顾辉开始疯狂压缩长岛雄一郎的生存空间。长岛雄一郎打得太别劲了，可以看到脸都已经被打肿了。这时候长岛脸已经开口很严重了，血流满面了。对，因为现在的血是出的最多的时候，血是不能流到眼睛里面。其实我们要注意啊，在第3回合的时候，顾辉还是在游动中做打击，对，并不是压着对手做打击。对，你看顾辉是如何执行这个比赛的？比赛继续开始。顾辉是想抓住机会啊。对，顾辉也是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长岛雄一郎这个脸部啊流血有些严重，已经开始影响他接下来的发挥了。经常会在拼拳的时候 KO 对手，但是顾辉很聪明，你看，顾辉在拼拳的时候是利用步法的，对，距离呢是自己的距离，不给对手以拼拳的这种换拳的距离，而且他有左右的这样转换移动，很聪明，一击以后就往两侧游走，对，游击战啊。典型的游击战，你看，这个游击多好！对，长岛的节奏已经完全乱掉了，根本找不到顾辉的距离。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几记拳基本都没有命中，很聪明的让出来了，他并没有把他堵到脚里面来打。对，好，前手，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长岛还是想换拳的。你看，好的，漂亮。这时候就是直进直退，对，只能直内。可是顾辉的前后左右经常能够变线的移动，运动轨迹非常多，对，让长岛难以琢磨。他已经跟不上顾辉的这个方向了。对，而且他在想往里进的时候啊，所以顾辉呢还能在这过程当中给他以前后手的一个干扰。对，非常漂亮。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长岛已经有一些跟不上我们顾辉的速度了，甚至连方向都有点找不到了，状态很差。那么如果我们的顾辉不能 KO 选手的话，那么这一场比赛我相信打点数也是我们的顾辉赢面更大。漂亮，顾辉把握住啊！已经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哎呦，漂亮！长岛雄一郎自己晕倒了，已经是无力再战。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是，从表情上来看，他自己都很失望。对，他一直想跟顾辉在相对阵地的两人战。长岛雄一郎也很失望啊，自己这场比赛状态实在是太差。我们的顾辉找时机找得太好了，这一记拳也是打中了长岛雄一郎的面眉。眉部这个位置也是打得鲜血直流啊！长岛雄一郎可以说从头到尾状态全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束之后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对，所以整个的移动做得非常棒。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啊，技战术含量非常的高。周深之战作为当今世界自由搏击领域最高端的赛事。我们的小组赛由5位裁判共同来裁定，本场比赛5位裁判一致裁定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好的，非常的漂亮，让我们恭喜顾辉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注意效果，拉开距离。这上明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中国散打巨人，仅用2拳秒杀世界冠军，彻底看傻武僧一龙。让我们掌声请出来自中国的曹卢健。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大战新西兰的精彩对局。好，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小伙子就是比死神方便还要猛的中国散打巨人。上战绩50胜6负，其中包括26次 KO 的山东散打悍将曹鲁健，而且曾经还连续8年获得过山东省散打锦标赛的冠军，实力是非常的强劲。可以说和他交手的老外观众朋友们啊，基本上非死即残。让我们掌声请出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好，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正在出场的便是80公斤级别新西兰的王者丹尼尔·杰梅。这个家伙的作战经验可谓是非常的丰富啊！上战绩是打了108场比赛，78胜30负，而且他才33岁啊，正是当打之年。而且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呢是非常的有钱啊，因为在每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他都会和我们中国选手赌上全部的出场费。这次来中国已经是拿下了8连胜啊，8连胜的话是赢得了双份的出场费。这个家伙表示说呢，什么时候啊攒够1个亿啊再回国啊，因为中国人太好打了啊，钱也很好赚。好，很猖獗，但是本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他挑错了对手，因为曹鲁健也很有个性啊，和他赌上的不只是出场费，是全部的身家性命。也就是说，本场比赛赢者可以财产翻倍啊，那么输者将倾家荡产。好，比赛开始了，废话少说，红方选手曹鲁健啊，一身红色的衣服；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丹尼尔梅杰。很明显啊，曹鲁健要比对方高上很多。对方的这个身高呢是1.85米，我们比对方还要高上半头多。这应该快1.9米了啊，1.89米88左右，这可以说很高了。这场比赛一定要注意看，因为双方呢都是有 KO 能力。比赛开始，这个丹尼尔略显着急，而曹鲁健却是很稳啊。而且呢，他那个视野呀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虽然对方啊，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他在比赛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稳扎稳打。没有错。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所有的选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对，我们在国家队的选手成绩都是非常优秀。我觉得王者之战这一场上来，双方选手都没有太多的去试探对手。好，我们看比赛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曹鲁健整体看起来打的还是很犀利的啊，因为他身高更高啊，臂展更长，所以说整体的静态身体天赋啊，我们还是有优势。但是我们看这个丹尼尔有点慌了。这场比赛我觉得都会很慌，因为这个全部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据说是财产啊，但是老婆孩子算不算的就不清楚了。但第一场也曾经参加获得了胜利，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漂亮，还有一个拳法的变现，机会来了，非常主动的一次。从表情上看啊，对方在这次重击啊，确实对他还造成了威胁。没错，相信对方的信心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双方选手都是非常有经验，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他的战绩也是78胜30负，9次 KO 对手。但是我们看到呢，作为这个新西兰选手啊，他确实他的功力非常的强悍，但是呢，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这个动作预兆比较大，大开大合。我们看第一回合马上要结束了，这个丹尼尔略显着急。他呢，你看打不进来。曹鲁健不仅是撤得快啊，距离把控精准，而且你看他的主动进攻，包括反手反击。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双方实力水平上，我觉得曹鲁健啊应该是要比对方好很多。好，下劈腿。
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啊？如果您觉得精彩呢，对着屏幕怼咕两下子啊，为我们中国选手呢加油打气。第一回合整体看下来，曹鲁健的优势啊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双方应该是6-4开。好，接下来比赛马上来到今天的第2个回合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山东巨人，这个山东的好汉和选手长得真是很高，1.9米的散打选手很少了。我们中国最近有一位新兴的选手叫做刘策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在日本的 Crush K1 联赛上拿到了魔鬼8人赛的冠军。他的身高就很高也是将近1.9米，和这个曹鲁健差不多。曹鲁健还是，我觉得刘指导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他知道对手确实不是等闲之辈。比赛中他确实注意控制局面，因为对方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你刚才那个迎击确实打的是恰到好处，所以他现在首先要保证得立于不败，不出现什么明显的纰漏。果然，第2局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不停地找到曹鲁健的破绽，真是斗智斗勇。一个迎击打非常好的，有机会，注意效果。好，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开局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这个丹尼尔已经被打昏了。好，裁判也是毫不犹豫送给了他一次读秒。还能打抗击打能力的确是不错主要是必须得打，不打的话这个倾家荡产观众朋友们。好，我们看对方开始耍无赖了，通过频繁的搂抱来消磨时间。我觉得曹鲁健应该是不会给他太多机会因为比赛还有2分钟但是我们看这个丹尼尔应该是挺不过去了，他有点飘摇，有点摇摇欲坠了。看来曹鲁健刚刚这一拳是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对方要不然就投降吧。这个要钱还是要命让对方自己选。你看得到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对方现在非常聪明，马上跟你缠斗。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打游斗，打游击战，拉开。对，拉开距离，拉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的，还是不能轻视对手。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好，我们现场的观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结束了，裁判，挥手结束了比赛。这个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果然在钱和生命之间对方丹尼尔选择了这个后者选择了生命毕竟在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场比赛打得的确是很精彩，非常的给力。曹鲁健不仅是终结了对方的8连胜，而且呢，赢得了对方的全部财产在中国他吃了多少，我们会让他全部吐出来。好，恭喜曹鲁健。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